兄弟真正好，真正好，你是一号。心存盼望，就必寻见。您介绍一下，您现在在哪里呀？我现在在台湾的中和，我是何玉玲，住在台北中和。我知道，您是雪伦师母的母亲，哈，真的是今天女儿陪着您一起来，我们一起聊一聊您的信仰的见证，好不好？好，特别想来问一问您啊，就是在您就是过往就是年轻的时候啊，您有没有信仰呢？就是因为先生嘛，会暴力，他也是会外遇，就心里很烦啊，所以说就去问事啊，去拜拜啊，所以说一直接近那个算道教吧，一直接近道教啊，因为拜了很多年了，年轻，差不多64年结婚嘛，就那时候就一直有在拜拜的，我们家也是信道教的，所以说是你信啊，不是我们家信。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妈妈常常，因为我小时候身体不好嘛，特别大学时代，很多免疫系统的各种问题，所以妈妈常常带我去找什么济公啊，他们几鸡啊，然后他们这样降下来，然后回答你的问题，然后给我奇怪的就是是不是那种鸡童啊？对鸡童的，我妈很信，不得不去，那拜了半天也没什么用，那你觉得没什么用？那我想问一下阿姨，何阿姨，您觉得有用吗？当时有没有用啊？多少是有一点呐，就有事情啦，碰到有事情了，那就会这里人家报说哪一家好，就会去哪里问事这样子啊。所以就接近了，应该是20-30年吧。哎呀，这么长的一段经历，对，那在这段经历当中，您真的觉得心里头就是找到了这样一个可以说依靠，因为您刚才讲了家庭的这种问题哈，让您心里很痛苦啊，所以你需要找这样的一种精神的依靠或者是帮助。那这种帮助真的是帮到了您的内心吗？或者说真的帮到了您的生活吗？应该说也有一点吧。就是心里会比较安慰一点呐。所以说多多少少是有一点呐。人家就是信仰嘛。能够坚持这么久，那一定是有它一定的道理啊！我相信，如果是说，好像随便的这样的信，我们可能坚持一下就算了嘛，放弃了，是不是？又不是怎么灵验的，为什么这个信仰，就这个您所谓的信仰，它这么抓着您，就是让您一直坚持了这么久呀？20多年啊，是不是？20-30年，可是不是一家啦，就是会跑好几家这样子，换来换去这样子啦。您说的换来换去是换什么不同信仰吗？还是换佛教啊什么？还是就是说这个道教门，您去到这儿去到那儿不同的庙宇啊，是什么意思？不同的庙宇，后来就到佛道双修。就是说好像哪儿灵才去哪儿是吧？对，问事就是问事这样子啊。那雪伦师母，你当时有没有什么记忆啊？对妈妈的这段就是信仰之路，您有所谓的这种信仰之路，你有没有一些记忆？不止妈妈去外面拜也请了一些神佛啊到家里来，所以我们家3楼就是很多偶像。那妈妈很在乎嘛，所以什么请坛呐，我也搞不清楚这是什么意思，反正就是桌子啊什么做法是不是弄得很多？那我是很不耐烦了，有时候他就说你去帮我弄这个，帮我弄，叫我帮他的忙啊，我就很不耐烦，他就很生气说你不懂就
他还蛮认真的，会有矛盾哈。会有矛盾，阿姨，对。当时您怎么跟你的女儿说你不懂？那您当时觉得您在哪些方面很懂？您有什么经历啊？嗯，因为那时候在3楼就是拜祖先呐、还有哦，应该算妈祖吧。啊，人家就说啊，你有什么问题呀、怎样怎样啊，要拜祖先啊，要做什么啊，这样子啊。哎呀，那就听的一些那个听人的建议呀、所以说就这里弄那里弄这样子啊，哎呀。我妈还会把我们的什么衣服啊，什么拿去做什么法事技改，哦，祭改这一改，对，然后不什么给什么神明收养啦，哈，可以什么改命啊，然后一大堆的，哎，嗯，那看样子还是好像阿姨在这方面还是晋升的很多哈。那在这段信仰的经历当中，您内心当中，我特别想知道，就是有没有这种真正的找到了一种信仰之后的那种安慰啊，或者说我们说的平安，或者说的啊，这是真的一个依靠，还是说您只是说，哎呀，我不拜不行啊，因为我要求这个求那个，或者说我不拜他会惩罚我等等，有没有这样的想法在里面？算我们多少拜嘛，多少拜一下嘛，还是心里还是有一点安慰啦。所以说，就是一家跑到一家嘛，到最后我就到佛道双修那里去。我现在住在我们小女儿家嘛，她说她生一个小娃娃嘛，叫我带她，帮她带小娃娃嘛。所以说我就问了一些朋友啊，我说，哎，我是否要该退休啊？怎么啦？结束台中的工作才整个搬上来台北。那个师傅他在中和，那一直打电话一直叫我去这样子所以说才会认识这边的师傅就才会去就哦把那个信仰也移到台北来这样子啦。就是说您又换了一家佛堂，或者说换了一个道场，再继续去拜。我很认真的拜，拜了8年多吧，在这边上面拜了8年多。结果他说哦，你要出家哦，怎么样哦，还叫我搬去，因为我看到的那个师傅很会打人会打人？是打人吗？对，他是用棍子打，不是用这样打哦，用棍子哦，木棍那么长我从来没听过，这个佛堂不是应该很慈眉善目的人吗？怎么可以去打人呢？这个简直让人真的不知道。如果您不是讲出来给我们听的话，我们觉得从来都不能相信这样的事。为什么打人？他就很奇怪，就是每天，假如说我们去，他要出来的时候，就开始骂人了或是你讲一句话，上句接不到下句，他认为不对，他就棍子拿来就开始打了，就是我觉得很无理的打这样子就从他们里面有一个出家的。像我们说姐妹嘛，一个女的嘛，几乎每天都被他打了，几乎每天啦。就有一天他们办法会，我很认真办法会的话假如我都是前一天晚上住在那里，每天4点多就起来煮稀饭煮素菜就帮忙做一堆的事情，几乎。我在那边都是忙厨房的事情啦，忙厨房帮做菜什么的啦。结果有一天当法会的时候，我里面忙完了，出来刚好他们要拜拜要拜拜，没有人点香结果我
我就站在那边点香的位置，我就点香分给大家。我也搞不清楚说一个人要分几支啊，我就大概这样分。结果他认为不对，从上面他从那前面那边下来，我就拿那个棍子，他用那个什么敲木鱼的棒子啊，敲木鱼的那个棍子啊，我就把我的双手这样打得肿起来，整个肿哦，到下午的时候整个都肿胀起来，都发青乌青呀，哎呀，哦，到那时候我那一天过后，我就不去了，我就那天我就心里我就想说，这样子我就把空档的时候、休息的时候，我就把我很多东西在那边，我就把它整理整理。就是结束的时候，我就回去了。当天哦，同一天哦，他前面要拜拜哈，有3个人在排队，一个姐妹才刚来，我们说师姐啦，我跟他说哈，那个香哈是香头要往那一边，这样也不行，他就拿那个木棍啊打我的小腿，两边小腿也打到整个那个黑车哈，哦，也是很久才退去的，很多天了才退去的。哦，那时候当天我就想说，我不去了。我要结束了，哎呀所以说那一天过后，我就不再去，哪里都不去。那也就是说，这样的一个经历，让您就是连这样的拜了20-30年的信仰，所谓的也已经把它放弃了，是不是这个意思？就是不想信了。对，就结束了，嘿呀，就差不多半年多吧，我哪里都不去，也是还一直让我做梦啦，一直要叫我回去啦。那个师傅也很好玩，我们台湾是用 LINE 嘛，我们是用微信，他是用 LINE。他的用 LINE， 他 LINE 给我，他说哈，叫我说哈，有错认错，没错哈，就是帮我消灾这样子啦。对啊，我也不回应他。打人是为了消灾，哎呀，真的这一段经历说实在的，听着好心酸呢。雪伦师母，你知不知道她妈妈这样一段这么惨的经历啊？没有，不晓得，完全不知道。我想我在台湾的姐姐跟妹妹也不知道，因为我妈妈谁都不说。她一开始也是瞒着大家，因为毕竟她拜得很深嘛，也带着小孙女去啊，叫我妹夫捐献啊，哈，所以他们其实我不知道他们的态度啦，反正我从这样听来，他们不是很满意啊，哈。那但是无可奈何，我妈妈愿意去拜，她也没有一个生活的重心，怎么办呢？哈，那我是知道她在跟佛堂那边有很深的连结，也是她需要朋友啊，她需要成就感，她需要一个生活的重心啊。除了带小孩之外，那小孙女，我的子女也渐渐大了嘛，哈。那我妈妈有才干嘛，她很会做菜，所以她在那边做很多的菜，有一个成就感，有一个社交生活。所以投入这么多年也不是没有原因的哈，但是发生这样的事情，而且后来我也听说，因为其实小侄女也被打，好在那打巴掌，那她也不敢回去跟我妹说啊，那我妹他们都不知道啊哈，但是呢半年都不回去，都待在家里，我想他们大概也会觉得事情怪怪，有些不对劲吧哈，是就说了啊，而且。好像是，原来我妈我们还在加拿大的时候哈，我妈因为这个她那个信仰投入的很多，所以我们那时候有
邀请他来加拿大找我们啊，玩啊，或者是移民啊，他就原本很高兴啊，女儿邀请嘛，很答应了哈。那后来没多久又跟我说不行，我说为什么呢？他的菩萨还是他的这个师父告诉他说，如果说举哪个师姐的例子，说如果他不愿意去拜那个侍奉菩萨要跟着女儿去国外享福的话让他遭灾难会惩罚他我那时候就觉得不以为然，我说妈，这样的神你还信吗？他说哎你不懂啦，就说我不懂那我也没办法，我妈的被绑住了出不来。那时候为了他祷告，真的也不能做什么那后来我妈妈好像自己跟我姐姐透了口风，因为我妈妈的护照好像被那个佛堂扣住了，她想要把它拿回来。因为这样，所以才透了口风，让我姐姐知道。我姐姐就怎么行呢就带了我姐夫跟我妹夫去把那个护照要回来，是不是这样？这样他们才知道。阿姨是不是这样的经过呢？对，我们本来是说那时候好像不知道要去印度还是哪里吧，然后就把护照交出去，结果后来没去嘛。就护照一直都放在那里，结果我出来就是也是很临时，也没有想到这一点，结果护照就扣住了。我有想到，我有赖跟他讲说你护照帮我寄回来，结果我就等了半个月就没有寄回来。就有一天我就跟我大女儿我说溜了嘴，说那个师傅打我整个黑，他看到那时候已经半个多月了吧，我手黑青被他看到他就很生气他马上联络我不要去，我说我不去了他就我那个小女婿120几公斤很壮他说我妈妈在这边给你做义工做到这样子，你还打他，就跟他要跟他发飙，不知道怎么情形我不知道啦，就是对他很不客气就对了啦。后来听说那个师傅说，你的东西已经给你的拿了，就叫他说你们回去了这样子啦。我女儿说要告他，一个那么惨的悲剧这样子产生这样子，所以说才会去信基督教啦，就来到美国就去学人家。去教会去拜访去探访一些的兄弟姐妹认识非常多的人何阿姨是知道您后来到了美国来探访自己的女儿，才开始信仰上面有了转变接下来就是下一次我们还请您再继续来跟我们一起聊好吗？好。求你用我做你